欢迎回到小鱼儿 AI 技术学堂。今天呢，小鱼儿将带大家一起来讨论如何使用一个 Midjourney 制作简单的漫画作品。同时呢，我们还将讨论近几个月在互联网上崭露头角的一个 AI 动画网站 OneWay 和 PIKA。当我们呢想要用一个漫画形式呈现的故事主题时，首先需要想到的就是一个构思漫画的分镜。那么分镜呢，主要用于设计画面的一个布局，展现角色动作和情绪，以及可以控制我们故事的一个节奏。如果你对分镜设计没有太多概念，那我们可以尝试直接请教 ChatGPT， 让它为我们提供一些创意。只需要将故事的一个大纲丢给 GPT， 比如这里帮我写一个漫画故事，故事要有小山村，有牧场，主人公呢是一个小女孩和爷爷，小女孩在牧场工作，以此内容写出一个漫画故事，1000字左右。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故事主题，那么它将会为我们设计一个故事，并为我们设计好每个画格的一个场景和拍摄角度。用 AI 来生成一个故事脚本和一个分镜是非常方便的。那么有了这个故事的基本框架之后，我们还要决定一个绘画的风格。那在网上呢，还有很多别人整理好的一个参考网站，你可以到处逛一逛，看看是否有哪个画家的一个作品或者艺术风格吸引了你。那我们可以点击进去，直接复制页面中的一个关键字即可。至于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概念一个草图的话，同样呢，我们可以请ChatGPT 为我们提供一些建议，容貌、发型、服饰等。当然 GPT 的一个建议呢，包含之前的一个分镜设计等，我们不一定说是要全部采纳，但对于个人的一个灵感和创意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。大家可以看我这里，我想要请你替以上故事情节设计分镜，每个分镜要具体说明故事场景、角色行动、摄影角度。那么 GPT 呢，它就会给我们一个专业的建议，分镜设计场景1、2、3、4、5、6等等场景里面会出现一些什么物体、角色行动，比如说你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，她在干什么，这叫角色行动。那么一个拍摄角度呢，低角光、逆光，突出她的一个背影，那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建议给我们的一个分镜。他把我们的一个故事分镜做好了之后呢，我们一个故事里面有主人公，对不对在这里呢，我又向他提出一个要求，我要替故事制作角色概念草图，请你帮我设计一个女孩和爷爷这2个角色，包含他的一个体型、容貌、服饰和发型等。那在这个故事中的2个主人公一个是女孩，一个是爷爷，他们的一个角色概念图呢就出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体型怎么样，容貌怎么样，服饰呢是一个什么服饰，发型是什么发型爷爷这里都给我们写的非常的详细。大家可以全部利用，也可以取中间的一部分来设计就 OK。 除了这些角色外形的描述，那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让它帮我们转换成 Midjourney 的一个 prompt 提示词。那在这里我们又该怎么做呢？你可以附上一个prompt 的一个范例让 GPT 作为一个参考。大家可以看我这里，因为有了这个示例的话，避免 GPT 一时这个文思涌现。大家都知道 GPT 它非常能写，帮我们写出一大篇过于长的一个文章。大家都知道提示词没有那么长，那在这里呢，只要取得了 prompt 的一个提示词，那我们就可以转移阵地了，到我们的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页面，准备来生成图片。 OK， 如果你之前没有使用过 Midjourney 的话，你可以参考我之前做过的几期 Midjourney 的从基础到入门到精通的几个教程。那么要用一个 AI 来作画的话，最大的一个挑战呢，就是让这个角色维持这个外观一致性贯穿整部漫画。而且目前呢，Midjourney 比较常见的技巧是先制作所谓的一个角色设计图。于是呢，我在这个 GPT 提示词里面呢，加了几个字首先是我们的绘画
风格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采用的是一个吉普力风格。在这里呢，我还标注了一个角色设计图以及一个白色的背景。那如果说你想让这个日式的动漫画的风格更强烈一些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15的一个动漫风格作为一个算图的模型。那么我们这里复制粘贴一下，直接一个斜杠把它粘贴在我们的一个提示词后面，按一下 Enter 键，我们把这个指令送出。那么一会儿呢，Midjourney就会产生一个角色概念图。这里看一下 Midjourney 的一个角色概念图已经产生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。在这里我觉得最满意的是第一组啊，第一组它的衣服是一致的，发型也是一致的。这下面这一组呢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中间出现了一个米色的一个裙子。最后这一组呢也不是很理想，那我这边的话找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，按一下 U1 把它放大。当然呢，如果只有这样一张图的话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个表情和角度作为之后呢 AI 算图的一个素材。那么这个 Midjourney 呢，它在底下提供了2个按钮，目前呢对图片做出它可以对我们的图片做出一些变化。我们先来试一试这个强烈的一个变化，它产生的变化呢会比较明显，就像是一个人物的一个角度、服饰和表情都会比较多样化。而我们再选择这样一个细微的模式来看一下，如果说我们选择了细微的话，它的图片只会变动一些细节，人物的一个姿势和构图基本上呢是会保持不变的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强变化下呢，这张图片已经出来了。我们看一下它的人物的一个表情变化是很大的啊，看一下啊，它的每个你看笑容都不一样。所以说当我们发现它的一个人物在它的一个表情方面太少了，或者说它的一些动作方面太少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点击这样一个按钮，让它进行一个强的变化。这样的话它就会在人物的一个角度或表情方面呢都会比较多样化。如果说你不想要有一个太大的变化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样一个弱变化啊，一个细微的一个模式，它只会变动一点点小细节啊，人物姿势和构图上呢是不会变。那在这里呢，不管你是用一个强变化还是一个微弱的一个变化，大家可以注意到的一点的是，人物的一个服饰会发生变化啊。在这里它的领是这样的，在这里又变成了像蝴蝶一样的，那么在这里呢又是一个 V 领，那在这里呢又变成了一个高领。虽然说它的颜色没有变化，但是它的服饰的一个款式发生了一个变化。那在这里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漫画角色的一个一致性和连续性。因此呢，我们要用到啊 Midjourney 前阵子推出的一个新功能，我们点击一个斜杠啊，点一个 Settings 啊，把它送出。这里一个弱变化也出来了，快出来了，还没有出来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弱变化，不管是强变化还是弱变化啊，就像刚才小鱼儿所说的一样，那么它的一个服装都发生了一些变化，颜色没有变，款式都有一些变化。那在这里呢，大家可以选一张，用我们的新推出的一个新功能啊 ，Settings 这里已经点出来了，它就是一个混合模式。那么不管强变化、弱变化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人物它是没有全部展现出来，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它的脚，也看不到它的一个头顶啊，这上面。所以我们要用的一个新推出来的功能叫做平移啊，大家可以看到上下左右可以平移。同时呢，为了在图片延伸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点一下啊，点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在这个图片延伸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修改一个提示词。这里呢，刚才小鱼儿已经输入了一个 Settings， 它已经跳出来了一个 Settings 的一个设置面板，我们并且要启用一下这个混合模式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前面带个4个小黑点的。启用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按一下上下左右移动的一个键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加一些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加入新的一个 prompt， 比如说一个全身，还有一个多视角等。接着按一下提交。那在这里呢，上下左右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，怎么样才能得到一个好的效果。由于这个 Midjourney 呢，在延伸画布时呢，它会参考原图片的一个内容，所以因此我们新生成的影像当中呢，服饰就会维持一致性的一个风格。只是Midjourney看它能不能理解我们的一个概念，
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在点了一个强变化、弱变化之后呢，它的图片仍然只出现了一个半身，看不见它的一个脚。那在这里我们就用了这个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看哦，在这里我就点了这样一个新功能，用了一个平移。那么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变化啊，这个女孩她的一个脚露出来了，因为我在里面说过它是一个红色的高跟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组照片啊，第一组不是很理想，这里腿中间都断了啊。那么第二组是还可以的，第三组呢也还是不错的。再看一下啊，第四组也是可以的啊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是最满意的就是一个第二组啊，通过我们的新功能一个平移，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它的衣服没有再发生变化，衣服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我们在这里把第二张放大，所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朋友们发现没有你想要的一个全身的一个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上下左右几个平移的一个按钮。如果说觉得头上露的不够多，那我们就点啊这个往上啊。如果说下面的腿露的不够多，我们就点这样一个向下平移。在这个平移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在前面加一个全身啊，加一个多视角，就能得到这样一个效果。看一下我们生成的这一组女孩啊，是非常的完美了，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效果了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保存，我们就把这个图片把它保存到我们的自己的一个电脑。那么后面呢，几乎步骤都是一样的了啊。如果说你需要一个概念草图，可以我们在中间加入一个角色的一个不同的表情，你可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，在这前面啊加上一个我们的一个不同表情的一个关键字啊，让 AI 生成更多的一个图片出来。而这些表情素材呢，之后就可以用来在我们的一个故事当中。那么我们收集好了图片之后，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呢？那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裁剪的阶段。那么这一步呢，我们就打开我们的一个在线 APP， 名字叫 Photobee 啊。在这里呢，小鱼儿是比较喜欢用这一款啊，大家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裁剪工具。那在这里我们点击从电脑打开，我们把这样一张刚才保存的图片打开，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每一个影像都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图片。这里的话，我也会把这个 Photobee 的一个链接放在描述栏。首先呢，我们找到这样一个裁剪工具啊，大家如果说习惯用这个套手工具的也可以啊，裁剪工具都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。小鱼儿还是用了一下套手工具。那么我们再进行一个反选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裁剪工具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的一个选区给它取消，找到我们的一个裁剪工具啊，我们把它裁下来，在这里打一个勾。我们现在就进行一个保存，导出。直接导出到 GPG， 点击一个保存。我们这个时候要连续按 Ctrl 加 Z 恢复我们刚才的一个影像，继续我们先前的一个步骤啊，也可以直接用一个裁剪工具。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裁剪工具的话会把其他的东西也裁进来，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套手工具。那么我们就一直做一开始的一个动作，把它一张一张的把它保存下来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大家可以保存一些不同的多视角的一个图片啊，可以保存一些正面的，还可以保存一些背面的，这样的话方便后面迷津里一个算图。那我们再来一张侧面的，在这里呢步骤都是一样的啊，小鱼儿就不重复了，大家按照这个步骤去做就可以了。裁好之后给它点击一个保存。那我们再来一张背面的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裁出来的我们都在我们的电脑上面，我们要把它点击保存到一个文档里面，保存到一个独立的文档里面。 OK， 那么至于故事中的第二个角色，也就是女主角的爷爷，基本上呢做法都是一样的。我们需要让 GPT 来帮我替爷爷设计一个角色概念图，也是同样包括他的一个体型、容貌、发饰和服装。在这里呢 GPT 呢就帮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草图设计啊，大家可以看体型、容貌、服饰啊，我们可以拿它来作为一个参考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，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啊，同样都是复古吉卜力风格，体型呢微胖，白发苍苍，有蓝色明亮的眼睛，舒适的宽松西装啊，格子图案，黑色皮靴，稀疏的一个短发，加一个角色设定，再加一个白色的背景啊。如果说我们要动漫风格，我们这里要加一个威武的一个咪机，我们点击一个复制，打开我们的 Midjourney 啊，同样 Image，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提示词输入进去，
我们为它尺寸给它控制一下吧。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爷爷的一个图像已经出来了。我们用刚才的方法，同样也是用一个工具把它分割成一个独立的档案。这里呢，我们只需要重复这一个步骤。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爷爷的形象还是不错的。那么在这里老爷爷的图片也是一样，我们用 Photoshop 来把它给裁出来，方法呢都是一样的，我这里就不再重复的赘述了。我们这边图片保存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 Midjourney 它的一个解析度啊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是1024乘1024，所以说它的一个解析度，它的图片一个清晰度呢不是很好，所以它称不上是一个高解析的一个图片。那么再加上我们的一个裁剪的程序啊，导致图片的尺寸变得很小。因此我们考虑到画质的一个因素啊，我会建议在进入到分镜算图之前呢，先使用一些 AI 影像工具来改善一下这个画质，提高我们影像的一个解析度。那在这里呢，小鱼儿推荐这样一个免费的一个网站，使用上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简单。我们把图片呢这里点击一个上传，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。我们直接拖动这样一个原色的按钮，很明显它的一个画质就获得了一个显著的提升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里这个脸部的位置是特别明显的，拉过来之后清晰度高了很多。在这里图片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点击一个下载，再继续上传你的下一张图片。同样的步骤，我们把所有的图片拉到里面来，改善一下它的画质。我们重复这个步骤，直到把所有的图片都处理完毕。我们的一个角色设计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分镜的一个算图，我们开始画一些分镜的一些图片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牧场的一个场景呢。首先在这里呢，我们能看到我们的 GPT 里面它的一个故事大纲是在一个邻近的小乡村啊，广阔的牧场，草地如绿色的一个地毯。在这个草地里面呢，里面有很多羊群在吃草。那么我们第一个分镜是什么呢？我们还是一个复古吉普力风格广角景观。大家都知道牧场啊，视角一定要广。清晨阳光明媚，晴朗的天空。我们的一个景观就是一个小乡村的一个牧场，牧场外面呢围了一圈木栅栏，环绕着田野，里面的羊群在吃草。我们再加上一个咪鸡啊，一个动漫风格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加上我们一个图片的一个长宽比，把图片的一个比例也给它加进去。我们复制粘贴一下，这里把我们的指令送出。这里Midjourney正在生成图片，大家可以看到Midjourney的图片已经画好了。这是4张充满田园视野的一个图片。那么我们放大了看一下，如果觉得有的视野仍不够辽阔，那我们可以不妨使用一下工具，晴朗的天空啊，蓝天白云，效果还是不错。那在这里视野不够辽阔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放大、一个拉远的功能。在这里我们能看到，这下面有个 Zoom 啊，有一个 1.5 倍、1.5 倍的2倍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拉近拉远的一个功能。我们可以试一下啊，我们让这个视野更辽阔一点。这2个我们都可以点一下，看一下哪个效果会更好。如果还有不会使用Midjourney这几个功能的，可以去看一下我往期的基础知识到我们这个Midjourney绘图从入门到精通，看完之后相信你们就会用这样一个功能。在这里呢，Midjourney已经图片生成好了，点开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么镜头呢就能捕捉到更远的一个风景和细节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样的视野更辽阔了。我们可以一览牧场的全貌，所以这个功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当我们觉得想要让这个图片看起来更辽阔的时候啊，特别是一些风景图，那么这2个功能是真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啊。这2个看一下，2张图片都已经一个 1.5 倍，一个2倍都全部算好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羊群啊，看到这里的木栅栏，还能看到远方的一个天空啊，蓝天白云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算图完成之后呢，镜头就能捕捉到更远的一个远方，也能更好的处理一些细节啊，一览这个牧场的全貌。那下一个镜头的话，就是一个女主角要登场画面了。如果说我们直接送出这样一个指令的话，算出来的人物可能会跟原来的女主角在外貌上有差异。那这里小鱼儿给大家试一下。那在这里的话，如果我们直接给他一个指令的话，算出来的人物肯定跟原来的一个女主角的外貌上有差异。因此呢，这里我们要把先前裁剪好的图片全部框选起来，点击这样一个加号，上传文件。
我们保存的一个小女孩，全部把它上传 ，Enter 键送出。那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同样一个 image， 把我们的一个链接地址，把我们的一个图片地址放到这个里面。当然，在这里的话放起来会比较麻烦啊，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法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地址复制在一个空白文档里面去，依次复制，再把我们的一个分镜的提示文字给它一起放在里面。后面的步骤都是这样重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全选 ，Ctrl 加 C， 点开我们的一个 Midjourney， 把所有的链接全部粘贴到里面。我们还是给它一个风格，然后 Enter 键送出。那在这里，刚才小鱼儿很随意的就拿一个提示词，分镜的提示词来生成了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里面的人物呢是不一致的啊，不是我们刚才画的这个女孩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大家一定要把图片链接全部复制下来啊，加上一个分镜内容一起送出。那这样的话 ，Midjourney 它在绘图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参考角色图中的一个人物的服饰和相貌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的一个提示词：小乡村的早晨有阳光，艾米应该是戴着小草帽，手里提着篮子向牧场走去，角度是低角度逆光啊，要突出这个艾米的一个背影。看一下 Midjourney 是不是这样做的呢？图片已经画出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呢戴着帽子没错，服装还是一样的，人物也是没有变化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？图片出现了一个黑边，那是因为呢，我们在设置图片的一个长宽比的时候呢，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平移的功能啊。我们先把这个图片给它放大，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先缩小一个人物，这样的话视野会更好一点。我们这边选一个向左平移，再选一个向右平移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得出了一个全景图，没有再出现一个白边黑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上下左右来调整一个画布。那我这边放大一张，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个缩小放大功能啊，也可以得到一个满屏的效果。这个时候呢，第一个场景我们已经生成好了，这个时候到我们的第二个场景呢，在这里我们还是同样把我们刚才的一个场景粘贴下来。这里呢，我们为了快速，我们直接把上面的几个图片的一个链接啊，把它复制下来，加上我们一个新的牧场中央，小动物们围绕艾米欢快的玩耍，艾米和小羊戏耍，天空还有小鸟啊，就是这样一个场景。这儿的话我稍微改动一下，复制粘贴，打开我们的 Discord， 同样送出我们的一个提示词。那么第二个场景就是艾米和小羊羔们玩耍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的第一个分镜就已经做好了，小女孩提着篮子的一个背影有了。图片做好之后呢，大家可以保存啊，直接点击个保存图片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爷爷就要出场了。爷爷呢，同样的方法，我们还是要上传一个他的图片，再去找到他的一个链接，把它依次粘贴到这个 plant 指令后面。根据以上的方法呢，我们依次做完后面的每一个分镜。那这里呢，小鱼儿就不再重复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的一个图片就已经完成了。说实话，Midjourney绘图真的是没话说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还有一些新手朋友说，那这个Midjourney我该怎么样去购买这样一个套餐合适呢？在这里，小鱼儿给大家一点建议啊。说实话，这个Midjourney它也一点都不便宜。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呢是一个官方的价格啊。通常情况下呢，我们都会买一个标准计划。标准计划呢，这里是多少？每月定费啊，这里是$30啊。记住了，在这里呢它是$30。如果是换成一个人民币的话，乘以一个7，那就是210元。对于我们很多新手朋友来说，这个是非常高额的一个支出哈。所以呢，小鱼儿在这里呢，告诉大家怎样用起来会更优惠。大家可以点击小鱼儿的一些视频啊，包括这个视频下面呢，我也会把Midjourney的一个便宜合租的一个链接放到描述栏，大家需要的可以去看。在这里下面有一个 GPT 便宜合租，直接点进来这个链接，那么我们一直往下拉就能看到了啊。在这里呢，
这里 GPT 35一个月啊，这里 Midjourney 呢这是59一个月的。比起我们官方的一个价格的话，我们是省了好几倍哈。这个呢还是一个人民币59元啊，只需要59元啊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便宜合租的这样一个 Midjourney 来绘图。在这里呢，直接点击一个购买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进行到下一步了。绘图完成之后，我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阶段。我们要如何把这个图片放置到漫画中的一个画格？我们就来到这样一个网站，它的名字叫 Figma。我们要把图片啊，把它放置到一个画格里面来。那我们就要使用这样一个工具。那这款 APP 的话，它原本的用途呢是拿来设计一个网页啊或 APP 的一个界面。那这个 Figma 呢，它本身也是有支持向量绘图的，而且免费版的功能呢也很完整啊。我们点击上面这样一个按钮，那我们就来到这样一个空白的页面。首先呢，我们就要先建立这样一个空白的页面。我们在画布中单击鼠标，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正方形。那么我们再点击一下，那我们就会来到这样一个空白的页面。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空白页面，我们点击啊，让它出现一个空白的小框。我们再点击右边的一个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点击一个空白的一个方框，我们可以把它的尺寸调大调小。这里呢，我们按住这个鼠标键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画布左右移动。然后我们再按住一个 Ctrl 键，然后加一个鼠标的滚轮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图片放大放小。这里呢，我们打开这样一个矩形工具，在这个里面拉出一个对角线，然后建立一个大的画格，我们并让它对齐一个页面的水平和一个垂直的中央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再准备一个分割画格的一个工具，这里我们进行一个分割，我们可以跟这个分割线填充一个颜色。这里我们也可以随意调整它的一个位置。调整好后，我把整个页面框选起来，到上方的一个工具栏打开一个菜单，我们来将这两个图形执行相减指令。这里呢，我们点击这样一个，就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。我们再从同一菜单栏里面点一个平面化给它。那平面化之后呢，图形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物体。不过这里我们必须要把上下两个画格呢独自分开出来，才能让图片的内容不会互相的一个干扰。为了能够快速完成这样一项工作，我到 Figma 的社区里面呢去输入了一个关键字，在这里点击一下，就会来到这个页面。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分裂向量，找到一个免费的一个插件，并且把这个向量呢储存到自己的 Figma 账户里面。储存好之后呢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画格从右键中去执行一个分割图形的一个功能，群组执行一个打散。那么现在呢，就可以成为两个独立的一个个体了。那这两个画格我们要把它放回到页面，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一个左上角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标题，按住一个 Alt 键，按住 Alt 键不放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复制这个版本，方便之后呢可以重复使用。一旦这个页面的画格制定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 Midjourney 绘好的图呢给它拖进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绘好的图把它上传进来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把我们的一个图片给它放置到这样一个画格里面来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张图片太过于大了，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一点，把它放置到我们这样一个里面来。在这里我们拉出一个选取框，同时呢选取图片和底下的画格，接着再到工具栏找到一个遮罩，那么就可以把这张图片给它放到这个画格里面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图片呢仍然是可以编辑的，只要我们对着这个图片的一个双击鼠标，我们点击一个左键呢就可以进行一个编辑。那么双击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调整这个画格的一个位置，你想显示哪一块你就把它拉到哪一块，这样就 OK 了。我们的第一幅画格呢这上面就已经做好了，那我们可以接着上传第二张图片。那么同样这个图片太大的话，我们按住一个 Shift 键把它变小，把它放置到我们的一个画格里面来。这个时候同样我们选取一下图片和底下的一个画格啊，接着还是用这个遮罩，这张图片呢它也就放到这个画格里面来了，塞进来了。我们调整一下整体的一个结构就 OK 了。同样我们双击一下也是可以调整的，可以调整一个大小，包括怎样放起来看起来更好。那在这里呢，图片做好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拉一个矩形，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细黑框，颜色的话还是白色，也可以选择一个边框啊，黑色的边框吧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左上角的一个文件标题，再到侧边栏的这里一个出口输出面板，挑选一个输出格式，
PNG 或者GPG 都可以，把它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就可以了。那这里可以看到这样一张画格已经做好了，那后面的一些画格也是按照刚才的这样一个步骤去做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只要重复这个流程，我们就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一步步的完成这个漫画作品了。那这里我们所有的一个动画都做好了之后，包括我们的一个画格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近几个月网络比较红的2款 AI 动画制作 APP， 我们一个汪卫和 PIKA 和我们的一个 PIKA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先来找到这个 PIKA 来做一个动画，看一下效果，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。那么目前为止呢，一个 PIKA 这里呢，小鱼儿更正一下啊，大家可以用网页版的那个 PIKA 来绘图啊，在这里来生成一个小视频的话，会更方便。对于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呢，也就更简单一点。小鱼简单说一下啊，在这下面我们可以输入我们的一个提示词，比如说我这里输入的一个风在动，羊儿在吃草，加上我们刚才的一个图片，我们就直接去生成一个视频就 OK 了。你想让这个环境呢，或者这个人物怎么样动，你可以把它去用英文描述出来啊，贴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。那大家之前呢，都为什么很多人呢不太喜欢这个 PIKA 的原因呢？因为它的第一呢是很短，只有3秒。其实现在我们也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了。假如说你认为一个视频太短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多2、3个场景，多生成几组图片出来。看一下啊，我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的之前绘的图啊，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，非常的自然哈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呢，就是这个画质会变差一点，时间短一点。但是这个时间短的问题我们都能解决啊，我们可以用几个视频把它用我们的一个剪映工具啊，等会儿教大家。这里呢，我们看一下刚生成出来的这样一组，看一下风在动，杨子呢在这里东张西望的，非常的自然。那这个呢是我们一个 PIKA 生成的一组图片，我们这里用汪卫来试一下。同样我们点进来之后呢，还是用我们的一个图片加描述词上传我们的一张图片。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一个场景，还是同样的描述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目前为止呢，这个汪卫呢它是有一个秒数的啊，当你的秒数用完的话，那后面的话就是需要一个付费的。但是我们的一个 PIKA 不一样啊，这都是目前为止呢，我们都是可以免费用的。趁着这个视频生成的这个期间呢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，关注一下小鱼儿，喜欢小鱼儿的呢，记得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。那小鱼儿呢会经常给大家更新一个新的视频，教我们的一些新手朋友们如何来靠做视频挣钱啊，学习一些 AI 工具，包括我们的Midjourney如何绘图啊，一些基础教程大家都可以看一下。还有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一个Midjourney呢该如何去购买，还有我们的一个 GPT， 还有我们的一个 GPT 啊，我们该如何去购买呢？在这里呢，随便点出来一个视频，大家可以看到下方啊，这里有一个注册链接，还有一些合租链接啊，可以直接去便宜合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图片出来了没有？这个汪卫的话，它绘图的时间比我们的那个 PIKA 稍微慢一点哈。OK 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这个是4秒啊。我的个天呐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后面突然一下出来了好大一坨东西？它好像不是我们的羊啊，好像是来了一个怪物一样的。那很明显看得出来，汪卫呢，它对一个动画呢生成视频的效果是非常差的。那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这样一个 PIKA 来做一个动画，虽然时间短啊，但是这里小鱼儿教大家如何去解决这个时间短的问题啊。我们把这个图片先给它点击这样一个下载按钮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打开我们的剪映工具，点击开始创作，这里点击一个导入，把我们刚才做的视频导入进来，我们把它拖到这下面来。那在这里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视频它还短吗？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处理啊，这两边有黑边，这里音乐没有加啊，到时候大家可以把音乐加上，那这样一个长视频是不是就出来了呢？12秒的一个长视频，我们可以多生成几组这样的图片啊，让它做成一个小视频。那这里我们就做出一个长视频之后，非常的简单，点击一个导出，把它应用到我们的整个漫画里面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目前为止的话，PIKA 的话，它仍然无法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动作、影像的一些细节啊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，可能得到的效果不是很理想。画质呢，在画质方面 ，PIKA 它也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。
但是即便如此 ，AI 动画呢仍然是相当有潜力的一个领域。毕竟大家都知道，像我们的 Midjourney 啊，仅仅就1年的时间，能够实现现在一个惊人的一个成就。所以说 AI 真的不容小觑。OK 呢，那今天小鱼儿这个动漫制作的介绍呢，就聊到这里了啊。喜欢小鱼儿的朋友们呢，记得一定要给一个点赞、订阅啊，加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。后面呢，小鱼儿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 AI 作品。